就算你平常很忙，不能经常练习，也可以利用今天我教你的5个方法，有效的避免中文口说快速的退步。大家好，我是 Elena 老师。今天我们来谈一个很常见，但是不太好的习惯，它会让你的中文口说能力快速的退步。If you've been practicing your Chinese speaking and finally felt you are improving, but then suddenly feel stuck again, like you can't speak Chinese anymore, you are definitely not alone. The biggest reason this happens is simple: long breaks. When you stop practicing for too long, your speaking confidence drops fast, and it can feel like you are starting from zero all over again. In today's intermediate Chinese lesson, I'll show you why long breaks slow down your Chinese speaking progress, and I'll teach you some easy, practical ways to stay consistent, even if you are busy learning by yourself or don't have native speakers to talk to every day. I'll be speaking mostly in Mandarin later, but you can turn on English subtitles anytime. And don't forget to check the description for extra resources that will help you practice. 今天是 Mandarin Monday， 欢迎来到 Making Sense of Chinese。在我教中文超过15年的时间里，我发现一个非常普遍的情况。有些学生非常努力的学中文，练口说，也进步得很快。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因为一些个人的因素，他们暂停练习。再过一阵子，有些人回来继续学，继续练习，可是他们的中文口说能力却退步了很多，好像又回到一开始的程度。其实这是非常正常的情况，即使是我们自己的母语，如果很久没有使用，也会变得不那么流利。你有没有搬到其他国家生活过呢？如果有，你一定知道那种感觉。因为不常说母语，结果用母语聊天的时候，有些词汇竟然突然都想不起来了。连母语都会忘记，更不用说外语了。学一门外语本来就不简单，尤其是中文。比起其他语言，你可能需要投资更多的时间和努力，甚至金钱，才能把中文学到中级的程度。但是只要中间暂停一段时间没练习，口说能力就会快速的退步，好不容易记住的单词也会慢慢忘记。这样一来，之前的努力就好像白费了，真的很可惜。那么有没有办法防止口说能力退步呢？当然有。就算你平常很忙，不能经常练习，也可以利用今天我教你的5个方法，有效的避免中文口说快速的退步。第一个方法，找伙伴，固定时间练习。
要让中文口说不退步，最重要的就是持续练习，而跟伙伴一起练习，效果通常比自己练习更好。如果能跟母语者练习，当然最好，但就算不是母语者也没关系，重点是要固定练习。就算一周只练习1个小时，也比完全不练习好多了。我建议你找一个和你一样认真的语言交换伙伴，每周至少练习1次。如果你想知道怎么轻松找到母语者进行语言交换，可以参考第47集的节目，那堂课里有非常实用的资讯。第2个方法，找机会与母语者交谈。无论你住在哪个国家，都有可能遇到中文母语者。例如，你家附近的中餐馆，老板很有可能就是中国人或台湾人。有机会去中餐馆吃饭的时候，你就可以用中文跟老板或服务人员聊天。如果你住在有中国城的地方，找中文母语者练习口说更是非常的方便。小马是一个住在纽约的 YouTuber， 他就是用这个方法，即使人在美国，也能一直练习中文口说。他喜欢到纽约的中国城去找中国人聊天，还会带朋友去中餐馆用中文点餐。如果你想让自己的中文口说能力不断的进步，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有任何说中文的机会，就应该好好的把握。比如打电话给航空公司的时候，如果对方有中文客服，那就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免费练习中文口说的好机会。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找母语者练习口说的方法，可以参考第5集的节目。我在那堂课里说了一个真实的小故事，那个故事一定会让你很有启发。第3个方法，养成自我练习的习惯。如果你不太方便找人练习口说，那至少要养成自己练习的习惯。你可以固定每天同一时间用中文自言自语，例如洗澡或做家事的时候都可以。不要害怕说错，重要的是持续练习，而不是说的100%完美。第4个方法，开设自己的中文节目。练习中文口说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开设一个属于自己的节目，并且用中文来主持。例如，你可以跟我一样开设自己的 YouTube 频道，用中文分享你喜欢的主题。如果你能固定每周更新1次，你会发现自己的中文口说不但不会退步，反而会越来越好。在中文怪物节目里，
那些中文说得非常好的参赛者，很多人都有自己的中文 YouTube 频道，甚至是中文 Podcast 节目。他们就是透过这种方式，持续不断地练习中文口说，同时还累积了很多粉丝。第5个方法，善用 AI 工具。最近出现越来越多 AI 工具，可以陪你练习中文口说。如果你不介意跟 AI 对话，也可以试试看。有时候跟语言交换伙伴约时间交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在双方有时差的情况，那就更难了。AI 工具虽然不完美，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没有使用时间的限制。对于一些学生来说，这是一个比较方便、压力也比较小的练习方式。今天提到的5个方法里，我觉得第一个找伙伴固定时间练习，和第2个找机会与母语者交谈是我最喜欢的，也是对我来说最有效的。所以我自己在练习英文口说的时候，也最常用这2种方法。那你呢？你最喜欢哪一种练习中文口说的方法呢？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课对你有帮助，也别忘了帮我点赞。I hope today's lesson gave you a boost on your Chinese learning journey. For more resources and tools to make studying easier, check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If you enjoyed this lesson, explore more helpful content in the playlist here. See you there!